Hello，大家好。今天早上起床，家里面就来了好多客人，你们看好多。关键是有这两只最可爱的，在我们澳洲非常有名的 Kookaburra， 你看这两个，这后面还有很多。这个鸟的中文名字叫笑翠鸟，是澳大利亚标志性鸟类之一，曾经是悉尼奥运会的吉祥物。它除了捕一些鱼翼之外，还要捕食老鼠、青蛙、蜥蜴、小龙虾、蜗牛和昆虫。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捕食毒蛇，而且还是高手。一只成年的笑翠鸟可以轻易的击杀响尾蛇。笑翠鸟不怕人类，经常很贪吃，你喂完了以后，它还会原地嘎嘎的傻笑。最聪明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被火烧过的动物，它会去捕食那些受伤或者是已经被烧死的动物。它还是爱情的象征，因为它们一生只找一个伴侣。这个笑翠鸟非常可爱。小鹦鹉来了。好，吃早饭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都来了。好，来，都来吃。今天一大早就被这些鸟儿给叫醒了，估计5点钟、6点钟就开始叫。尤其是这两个小家伙，它那个声音就咕咕咕咕咕咕咕，听，也不知道它要干啥，长得多可爱呀！好，今天早上开始了一天的全新的。等一下，准备去吃早饭了。早上可以到酒店的下面来吃早饭，这个餐厅还不错哈，晚餐、早餐都有，大家来看一下。进来看一下，早上人还很少，人也不多。不仅晚上有烛光晚餐，早上也有烛光早餐。早上没烛光哈。I'm sorry, my actions, they haunt me and I'll never live it down. I'm no good at being good, but I never said I was. You call my bluff, I won't pick up, I let it ring. Record your voice so I can listen back again.Sorry, I'm not perfect, but I know. 这是我们今天的早餐，这是它比较有特色。这个一份大概是24澳币，这个的话大概也是18左右，这一份的话也是差不多18左右。好，不跟大家讲了，先吃了。这是酒店旁边一个叫 Bidder Loop 的步行道，其实它这个 Bidder Loop 是一个瀑布，非常小的一个瀑布。好，然后这一片的话，它都是一个桉树的森林。然后的话，可以吃完早饭以后，围着这个酒店的旁边，在这个步道，沿着这个湖一直走一圈，大概1个多小时。好，这次我们来旅行的话，主要是在西澳大利亚的南部。大家知道，以前看我视频的朋友，我有介绍过很多次了。西澳大利亚是整个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州，它的面积有252万平方公里。然后现在是南半球跟北半球的气候是反的，现在的澳大利亚是在澳大利亚的夏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西澳大利亚这边旅游的话，我们都是往南走，
因为往北走的话就会很热。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在冬季往北走，夏季往南走，越往南的话它的气温越低。然后我这一次来的这个地方的话是离珀斯大概320公里，开车3个半小时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山谷中的一个酒店。因为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沿海而修建，所以说去到哪儿的话基本上就是海景比较多，酒店也在海边的比较多。像这种有湖景有森林的酒店的话，在整个澳大利亚也不是很多，所以说非常有特点。然后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如果在西澳大利亚旅游的话，我们往南部走的话，有2个城市非常有特点。一般有一个叫奥巴里的城市，它离珀斯大概有400公里。好，如果说我们从珀斯去奥巴里玩的话，一般3天左右，你第1天晚上的话就可以住在这个酒店。然后或者是你再往南边走，离阿德莱德可以说离南澳最近的一个城市叫埃斯佩兰斯，那个城市也非常非常的漂亮，离珀斯大概有700公里，所以说起码要准备4天到5天以上的时间。好，然后你就可以去往埃斯佩兰斯。所以说整个西澳大利亚其实是澳洲所有州里边的话，它的那个风景还有它的景色最有各种景色不同的特点，基本上都涵盖了在整个西澳大利亚州。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过去一点就是这个公园的一些非常多的树林，然后这个就是瀑布这个瀑布不是很大很小。然后这是森林旁边的一个小走廊。然后我们这次这个湖的话除了这个你可以步行以外，它有很多可以划船可以射箭，也可以钓鱼。钓鱼的话就是这个湖里面就是鳟鱼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钓的鳟鱼。然后的话就是非常适合家庭，然后在这里住个2天3天的。然后这是瀑布旁边的一个小桥。Miles and miles on the clear blue skies, we drive straight as an arrow flies. Nowhere to be, no dreams to chase tonight. We've got time to waste, let's waste it right. You and I, our heads up in the clouds. We caught out with the birds flying south. Nothing to see as the day turns into night. We've got time to waste, let's waste it right. We got time to waste, let's waste it right. 今天早上出来就看见了一群鹅苗，这也是被称为澳洲的鸵鸟。澳洲跑得最快的就是这个鹅苗世界上唯一一个出动过军队消灭的动物就是这个鹅苗。以前因为鹅苗在澳大利亚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泛滥，糟蹋了很多粮食，所以说澳大利亚真的还出动了军队，用机关枪来消灭鹅苗。我们走进去看一下。他们的警惕性很高，我一走过去他们就要跑，看到没有？大概有5只6只，那远处还有1只。然后这里还有很多野生的袋鼠，等一下去找袋鼠。这里的袋鼠也很警觉，老远处我看到了，但是我走近的话它们就会跑。我把这个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是一个家庭有4只，父母还带着2个小孩子吧。现在估计早上有点冷，
所以说袋鼠比较少。一到了如果有太阳出来的话，它们都会出来很多。然后再看远处，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酒店的价格。如果不是旺季的话，大概的话一单间的话，单间大概是200澳币左右吧。如果是一套那个小木屋，我们住的那种，大概是一天大概是250左右的。所以说，如果有2家人以上的话，就可以选择订一个那种小木屋、森林木屋，挺好的，这是他们的。那我就不进去了。还有很多澳洲的西澳这边的人在这里也会举办婚礼，环境非常好。这是我们今天吃的午餐，继续火锅，最直接、简单、粗暴的中餐就是火锅，非常简单。对了，我们的火锅就是午餐肉、葱，还有虾饺，还有那个羊肉片儿，就这些，还是比较简单。吃完了饭没事做，这个酒店的话，除了你可以围着酒店这个湖走一圈散步以外，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湖里划船。我自己带了一些钓鱼的东西，然后在这里可以钓鱼。这里面的话可以钓2种，一种是叫蓝魔虾，但是现在是那个不能钓。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钓那个鳟鱼，这个鳟鱼很好吃，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收获。如果有收获的，晚上就能加餐了。做了1个小时了，虽然换了地方，但是一直没有钓到鱼。虽然没有钓到鱼，但是这里的风景非常的不错，给大家看一下。哪怕是没有鱼，欣赏风景，然后又有一点微风，非常安静的坐在这里，也很惬意，还不错。看来今天晚上加餐是加不了了。鳟鱼哈，起来了！这个是鳟鱼钓的，今天晚上可以加餐了。哇！这个鱼只能25厘米才能拿走，25厘米。够，可以拿走，超过25厘米了。哦，这个是超了，27了，27厘米，可以拿走。今天晚上又加了一条鱼，27厘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获，但不是这个鹦鹉哈，是这2条鱼。等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来怎么做这2条非常鲜美的鱼，估计得弄一下西红柿火锅。好，今天的话钓的这个就是这2条鳟鱼，切出来就这么一点点，然后就跟前2顿不一样了，就今天就吃一点清汤了，吃了2顿火锅，这个就是，但是还是火锅，这个是西红柿的火锅，然后再配上一些素菜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再配上这个昨天喝的摩根船长的 whisky， 然后明天就准备回家了。然后这次旅行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给我点赞、留言、转发、分享，拜拜。